我愿称长安启源 Q05 是车尾杀手。10万以下车型，无论我发哪一个车啊，几乎都能在评论区看到一个推荐长安启源 Q05。这么多人推荐，也证明优秀的潜力啊。优点我们不吝啬赞美，缺点不藏私，做尽量真实的实际体验。先说优点，外观这个见仁见智，我的想法是没有大问题，但是也没有太多记忆点，总感觉在哪里见过。前脸上面像个海狮05，下面是新势力很多都在用的分体大灯加内嵌主灯的设计，侧面也是常规设计，充电口在左前，侧裙部分也有往上黑色部分收了一点点，做了一定收腰的紧致感。尾部是典型的长安设计，很多长安都在用，比如说 CS55 和 CS75 等等。后杠做了小米速七同款，车身同色扩散器设计，不过这个扩散器有点高了，有点远离底盘了，装饰作用应该大于实际意义，颜值上倒是有帮助，跟速七一样。感觉屁股收起来了，好看。外观这个并没有做另类，单说这个颜值属于买了没有错的选择，在10万以下还是很能打的。来到车内，一眼看到理想领跑同款机械门拉手，好评。传统式车窗升降器，好评。车门解锁按钮在门上，物理按键2个独立，绝对好评。甚至把车窗锁也放在车门上了。哦，对，领跑连物理车窗锁按键都没有。这些传统设计保留，给 Q05 点赞。也劝那些新势力啊，真的没有必要硬去创新。方向盘呢很有领跑感，尺寸合适，手感细腻，比 QQ3 那个强太多了。空调和前风挡除雾都是物理按键，好评。分体式座椅，好评。怀档加仪表盘加中控大屏，新能源3宝，没啥可说的了。静态下最好评的一点是座椅，这是真软啊，我愿称之为10万以下最软座椅。填充物很厚实，本来我媳妇儿对领跑的座椅就觉得很软，很好评。启源 Q05 还要更软一些，后排你就坐吧，一坐一个不吱声。后排呢有出风口，还有个充电口。到这里我已经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推荐 Q05 了，确实没毛病。后备箱有2个灯，里面一个上面一个，其实有点奇怪。上面这个灯可能是想夜晚的时候照外面，但是目测亮度也不够啊，角度也不太对，我觉得不如放里面，左右各一个，或者跟老款比亚迪一样放到尾门上，不浪费光照。后来我才发现啊，原来这是牌照灯啊，做到尾门上了。然后来到动态，动力匹配还不错，前驱120千瓦电机190牛米，没有领跑 B 系列的160千瓦电机后驱猛，但是要比星越、海鸥、QQ3 这些拳手强太多了，符合这个价位，动力没毛病，跟 MG4 有点类似，发动盘指向性、刹车调教都属于长安风格，可以说10万级定位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下面开始吐槽缺点，怎么说呢？长安是老势力，你为啥要得新势力的病啊？首先这个中央扶手，如果你没有开过长安启源 Q05， 我相信你第一次见到这个扶手也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，这设计师忘记设计按钮了。两侧、上面、前面，甚至水杯架里面我都找了，没有按钮。就算没有按钮，在前沿留个缝也行啊。前面造的严丝合，你搁点捉迷藏呢。开启的方式居然是抠一个角，这难找是一方面，有没有考虑过这个角被无数次指甲抠起来以后会不会特别脏？会不会有一天被抠烂甚至戳破呢？这个设计师和 QC 没有感觉到有问题吗？然后是门拉手， QQ3 我也说这个问题了，没想到 Q05 上面也有。QQ3 好歹是个小车，你这 SUV 也不设计，猛一下我都好奇了，跟谁学的呀？都说电车跟特斯拉学，人家特斯拉也有拉手啊。不过这个开合角度好像没有 QQ3 大，倒也不是特别难拉，但是真没有必要取消这个拉手。重点我要说这个屁股了，为什么我愿意称 Q05 是屁股杀手呢？这是 MG4 电动尾门，这是领跑电动尾门，这是宋 Plus 电动尾门，这是理想 L6 的电动尾门，这是700多万劳斯莱斯库里南的电动尾门，这是 Q05 的电动尾门。相信大家也看出来了，长安启源 Q05 的按钮为什么在左边？我估计又有人说啊，我是为了吐槽而吐槽，但是相信我，你带一个不知道的人过去，让他开关电动尾门，第一次保证找错，会感觉到很奇怪。当时我试驾的时候，我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会感觉奇怪呢？按钮为什么大家都统一设计在右边呢？最多在中间，很诡异，难道都是大家商量好的？而且为什么在左边就会感觉很奇怪呢？我突然想起来，就算不是电动的，液压后备箱也是在右边呀。哦，我是右撇子啊！我去，你不早说！所以第一时间才会顺手去右边找，放在左边难道是为了省成本吗？我问了一下孩子。孙女好，问你个问题。这是我们家，这是学校，走上面这条路和下面这条路，哪条路更近一点？一样远。一样远。一样近。一样近。当然只是一个按钮的话，还不至于称之为屁股杀手，奖金池还在累积。这个尾门直角，它应该在车子上存在吗？
猛一下我在想，车子是不是很少有直角设计，甚至车门都在努力让自己圆起来，车子各个零件都在让自己圆，一切都是为了安全。但是尾门这个经常开合的为什么要做个直角？难道为了省成本？这是10几年前的50宏光，虽然说被这个角撞到概率呢其实并不大，但是小概率事件来一次，那不得深一块浅一块。所以我推荐别买电动尾门版本，尾部还有一个奖金池。我想问，到底你俩谁是保险杠？之前看到一个笑话，一辆车挨着墙非常近，有人问司机是怎么做到的，你肯定是个高手。司机说不是，我就是慢慢倒车，听到咚的一声，然后再往前开一点就行了。这个贯穿式尾灯要是咚的一声， Q05 的尾部简直是各种设计堆起来的灾难结果。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不是问题就是仪表盘和中控屏幕一般。但是为什么不是问题呢？因为小车对于这个要求真不高， QQ3 那种下大功夫做中控的就是用力用错地方了，大屏能用就行了。 Q05 省这点钱减到车价里，或者加到续航加到配置里才是对的。最后是支架非常有趣试驾车是个506激光雷达版本。我问销售支持程序 NOA 吗？销售说不支持，这是个 L2。 我查了一下，辅助驾驶确实是只有高速，类似于天神之眼 C。 但是我试驾时候发现，城区开领航辅助打转向灯的时候居然会支架自动变道。你不是不支持程序 NOA 吗？到底支持不支持回到店里，自动泊车识别非常快，刚进门口就识别到车位了，自动泊车也很顺畅，我在车上都没有注意。下车以后发现 Q05 识别的是空车位边上的一个空地，不是车位。不过你就说快不快吧。最后总结，如果你需要一个大空间、舒适度高、3电稳定、操控动力还可以的车子，那 Q05 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全系宁德电池加直冷液冷设计，缺点我觉得倒也都是能接受的范围，而且目前还有不小的终端优惠。网上很多小白不知道什么叫终端优惠，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你在官网、汽车之家这类平台看到的价格，到店里还能再谈价，根据你是否贷款、车辆库存多久、跟老板是否有关系、销售是否着急卖车，甚至你带着去谈价的家人朋友砍价能力都有关系。多问几家心里就有底。如果真要买车，一定要自己多试驾多体验，不要相信网上视频博主的一面之词，包括我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对我的观点有些许认可，求点赞求关注，我会加大更新力度。另外有关系的大佬帮我问一下，长安启源的设计师和 QC 是不是都是左撇子